乔丽，乔丽，乔丽，没用的，陈川，你妈不会同意我们俩在一起的。乔丽，来之前我想象了各种不好的画面，但是我真的没想到结果会这么坏。你先跟我回去。我跟你回去有用吗？你有办法吗？我们两个能不能在一起以后再说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回去跟我妈道歉。道歉？对，道歉。你凭什么那么跟我妈说话呀？我凭什么？你看到你妈是怎么对我的了吗？那是我妈从小到大供我养我的人，你还没过门，还没嫁进我家呢。我庆幸我没嫁到你们家。我要是真的嫁到你们家了，我赔笑脸得赔成什么样啊？我明白地告诉你，乔丽，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理想。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找一个懂事的老婆伺候我父母，能把他们二老开开心心地伺候到归西，我这一辈子就没有遗憾了。我一直以为你能胜任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对我爸、对我妈的爱你理解不了，他们给了我太多了，我永远没有资格责怪他们任何事情。所以我的快乐不一定是他们的快乐，但是他们的快乐一定是我的快乐。今天你必须回去跟我妈道歉。我妈血压高，心脏也不好，要是因为这事儿让她不高兴，身体不舒服，我一辈子都原谅不了自己。你要是不跟我回去，我们就分手。你到底跟不跟我回去？陈川，你真可怜。喂，妈妈。丽丽，怎么样？他们家对你印象好吗？挺好的。你们一起吃晚饭了？哦，对了，妈妈给他们买的礼物，他们家喜欢吗？喜欢。丽丽，你现在晚上去吃饭，然后呢，好好睡一觉。明天妈妈再给你打电话，好不好？好。晚上去吃饭，啊，答应妈妈。妈妈知道你晚上没吃好饭，别让妈担心，好吗，孩子？好，妈妈，我答应你。好，
好孩子。鱼是丽丽喜欢吃的啊。到了上海，家里的饭你可吃不上了啊。你放心吧，我怎么会亏待我自己呢？再说了，上海好吃的也多呀，我一年换着花样都吃不完。这个好吃。哦，好，我吃完饭就去。现在啊？下班了一起去，下班一起去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马上。东西很刁的也是。干嘛呢你？去销售部拿快递，让我现在马上。丽丽啊，实在不行就回来。我们这城市虽然小，但总归只有你的家，有爸爸妈妈。上海再大再好，那也是别人的家，记住了。所以，我认为，每一位学习经济的同学，都要时刻把自己想象成西西弗斯。这位希腊故事当中的悲剧人物，他每一天都在重复着同一个工作，就是推石头上山。推石头上山呐，谈何容易啊！而且，每一次他快要到达山顶的时候，那块石头又会滚下山去。故事当中的西西弗斯，他最大的梦想是把石头放到山顶。而你们要做的，你们要保证这块石头继续的滚动，不管它是从低处攀爬还是从高处坠落，你们要确保它一直是运动着的。这项工作也许永远没有尘埃落定的那一天，但是在我眼里，这恰恰是经济学的魅力。同学们，我希望你们今后学会享受推石头上山的每一天。说你讲课这范儿是越来越正了，那道貌岸然的感觉，拿捏的真好。什么话一到你嘴里，就听不出好话来。说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大喜事儿，大好事儿。什么？哎，跟你媳妇复婚了？要那事儿我还找你到这儿来，我就让你陪我到庙里烧2炷香拜拜菩萨。那到底什么事儿？哼哼。哎，你别顺着啊，
什么事快说，好吧？终于等来了，你王桂林终于活着等到这一天了。呸！大学教授连句吉利话都不会说。啊，胡子先别刮了，让老陈头把酒热上，先喝2杯。哎，改制资金多少？700万。 7000万，不会吧？7个亿？我们发改委和国资委已经确定，这次投给京通的资金定在7个亿。 张副市长，您还有别的意见吗？好，没有。那从明天开始，我就去落实这个资金的就位情况。希望这股活水能把京通彻底盘活呀。是啊，水呢，我们已经帮京通引过去了，但是呢，他们怎么样把这个水用对用好，京通的改制才有希望。所以。 负责人的位置，谁来做，至关重要，啊，张副市长，哎，您是不是觉得王桂林有什么问题吗？不，我觉得呢，桂林同志啊，一定没有问题的。他当过兵，啊，有纪律，而且这几年啊，一直靠他在京通撑着，他对京通有感情啊，啊。 但是呢，话又得说回来啊，王桂林同志也没有很多的实战经验，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慎重地考虑一下。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，一定要和现在这个市场接轨的人，啊，最起码和外企接触的时候，他要有经验嘛。但是我还是那句话。 我的这些看法建议啊，仅供参考啊。具体人选要由你们来商讨定夺。我知道，咱俩是发小，又是厂里的子弟，这回你得帮我出出主意。你是经济学讲师，又在企业干过，不管是实践还是理论，都比我强。你帮我分析分析啊。 7个亿的改制资金，我怎么花才能分毫不差都把它用上？反正你只请我刮个脸，7个亿花不完。7个亿呀，你就请我刮个脸，你铁公鸡呀，空手套白狼吗你？行，有好酒，有好酒。陈师傅，哎，来。 哎，国庆节的时候，我送你一瓶曲江红吧，没见你喝呀，没找着酒友。今儿我们俩来陪你喝了，快把它打开。哪有送人家东西还自己惦记着的啊？别想，没门儿！你们俩啊，喝完这粥赶紧走人。我这旁边呢，不管这酒馆喽。不是，我怎么也被牵连上了？陈师傅，您甭理他，他这人得意忘形。 行，陈师傅，你把那酒拿来，我们俩今儿先喝了，赶明儿我送一瓶更好的。别忽悠，酒没了。老头刀枪不入你，凑合。来，老王，我先给你泼个冷水吧。改制资金7个亿，猛的一听，肯定是心潮澎湃。
可是根据京东的现状啊，这钱真的不算多。你们京东这么多年，面上的债务、隐藏的债务加起来一定是一大笔。改制一旦开始，你肯定要先清理这个障碍，啊，那样才可以放开手脚往前跑。7个亿，很多吗？就在你清除障碍阶段，就已经七七八八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改制的过程啊，就是一个清除旧账的过程，不对呀。改制是为了获得新生。既然政府下决心改制，肯定是要想把京通彻底盘活。我刚才说的呢，是站在你的角度上去想的。按照你的性格，按照你对京通的感情，你肯定一上来就先想把这些事情理清楚，工人的去留啊，未来的生活保障啊。废话，是个人就得这么想。你这么想也对，反正你是京通改制的负责人，不管怎么想啊，你这主心骨得拿稳。我研究国企改制这么多年，看在朋友的份上，我跟你说两句。改制资金越大，决心越大，你个人冒的风险也会越大。我打赌，一定有很多人一听说7个亿就会闻风而动，来抢你这块大蛋糕。就算你千辛万苦改制成功了，那京通也成不了你的私人企业。到最后，是不是能由你来掌管，这就很难说了。你用不着给我泼冷水了，我这才高兴2天，你就看着不顺眼了。我还告诉你，只要能把这半死不活的京通给折腾起来，我个人去留，我还真没放在心上。张副市长，我倒是有个人选，我认为非常合适。哎，说说看。于志德。说起他的资历是绝对没有问题。原来在北京进修的时候，攻的就是体制改革，现在就在著名的中华商学院任教。在工作中，他也经常跟外企打交道，所以有着比较丰富的和外企沟通的经验。他还经常回我们江州大学做客座教授。张市长，我问过江州大学的王贵校长，对于志德也是赞赏有加。再说他原来就是京通出来的，现在重新安排回去工作，再清再理，这样的人选，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！哎呀，虽然于志德在各方面还可以啊。但是，他毕竟是我女婿，有那么一层关系，我觉得很不好嘛。啊，张副市长，这个您不用担心，现在啊是举贤不避亲呀。那如果改制这事儿你来，那这钱够用。同样的资金，绰绰有余。那怎么到你这儿就够用了呢？越繁杂的摊子，你就越要用最直接、最简单的办法去解决，否则越来越难。要我，只需要3步：精简、清算、改头换面。不跟你说那么多了。来，反正什么好事都让你赶上了，我陪你喝杯壮行酒，送您上路。来，今后有具体问题，我再帮你具体分析。放心。喂，哎，陈老师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是，什么？好吧，我马上回来。
我得先走了，有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哎呀，一个学生留学，觉得自己的成绩单不好看，居然到老师那儿去买分数、买成绩，什么事儿？关于改制的事情，你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啊，你赶紧去吧，我走了。邵文泽，请走。我非常想知道，你想用多少钱来买这2颗成绩？花完所有钱都行。于老师，这次出国留学的机会，我花了整整4年来争取。我的托福成绩很好。我的专业课成绩也非常的棒，我没有时间去上法律基础这些课，因为我花了所有的时间去找资料、写论文、争取发表，我不能栽在这个小小的问题上，我必须争取这个机会，在所不惜。于老师，我想见您，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心情只有您能了解，因为您在上课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，您说，在追求机会的过程里，没有道德感可言。因为机会，它本身就是以多数人的失败和少数人的成功的作为基础的，在这个过程里，难免会背叛自己，难免会伤害其他人。我是说过这句话，可是你曲解了我的意思吧？我还告诉过你们，背叛和欺骗，在一个商品社会里，有的时候是不能够用道德标准去定义他们的，有时候。他们是你不得不具备的一种生存技能，而这个技能，你记住了，一定要用在能够真正的影响你一生的那个机会上，因为只有那个时候用了，你良心上受到的谴责才会少一点。你的问题，我会和其他老师商量，争取内部处理吧。然后再给你补考的机会。如果你考过了，你就带着一份真实的成绩单出去。我就是不理解这个安排。我王桂林以前是个军人，军人的价值观是什么？就是打仗的时候，不管前面有多危险，你必须冲锋陷阵。可现在算怎么回事？我在战壕里不见天日的守了3年，终于该杀敌了。你换精兵强将上了，那要是这样，我还留在精通干什么？你干脆把我这厂长也换了得了。桂林呀，你得先听我说说这个改制的负责人是谁。我不想知道，我自负地说一句，在江州论及对精通的了解，除了我王桂林，没有第2个人。政府派来的负责人是于志德。谁？我相信，在整个江州，论及对于于志德的了解，除了你王桂林，也没有别人了。于志德是你的发小，也是精通人，他在经济领域的优势和长处，你应该是很了解的嘛。以后改制这个事情啊，你就主内，让于志德去主外，跟外企沟通。行了，你不用说了。我服从组织安排。干嘛呀？记得你昨天答应过我什么事儿吧？什么事儿啊？去相亲啊。相亲？嗯。
啊，你还记得呢？我那时候不是精神过敏吗？我随口答应的，怎么能当真呢？哎呦，废话，我当然当真了，人我都给你找好了，明天3个人，2个呢是我认识的，还有1个啊是我上相亲网站帮你找的。3个啊？一天见3个，还有1个你从真爱网上给我找的，你怎么不给我办个招聘会呢你？你以为呢？这就是招聘会啊！你赶紧给我打扮好了。你看啊，第1个呢10点就见，第2个吃午饭的时候见，下午呢你回来补个觉，第3个是晚上8点。瑞贝卡，我这个人呢身子比较弱，我招架不住这种车轮战，你就别逼我相亲了啊！我妈都没对我下这种毒手。你妈就是太溺爱你了。你看看你自己，看看这房间，一进来就是一股孤寡老人的气息。感情受挫了，你就可以让自己净身出家吗？你妈就是没看见你这样，看见了，一定第一时间变成我的战友的。我在发展事业呢，咱们俩道不同不相为谋的。少拿事业当挡箭牌，你就不能2手都抓，2手都硬吗？哎呦，你别在我屋子里面吵了，我还有正经事儿要干。小丽，你真的决定了？这种事儿可不能后悔的。可是你说你放着好好的总经理助理不干，非要跑到小公司去做销售，这女孩做销售吧，就跟男的做保姆似的，听起来总归不大体面的。再说了，你还没找到一个小公司愿意接受你做销售啊。这个人呢，就得自绝后路，不然就会存在侥幸心理。我得让自己先置之死地，才能后生。哎呦，能行吧？混口饭吃呀，混得要死要活的。哎，以前咱俩一块做前台的时候，销售部琳达他们那些女销售的段子，你听的还不够多呀？啊，你呀，就是受了陈川的刺激。可是按理说吧，你受了他的刺激，应该开始听我建议才对啊！赶紧给自己找个有家底的老公给嫁了，这才人间正道啊！可你怎么就起明投案了呢？你刚才又提了陈川一次吧？老规矩，晚饭你请。明天我去相亲就是了，但是以后的半年都不许拿这事儿烦我。也许是因为夜深了，也许是因为乔丽与那片繁华之间相距太远。总之，这一刻的上海看起来格外的友善、谦和、温情脉脉。看着这夜色，乔丽在心里轻声说：“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留在这里的。”李贝卡，我要做销售，是因为我要赚钱。我要靠自己的能力，以不犯法、不亏心为前提，用尽全力挣钱，哪怕榨干我自己。我要改变我的生活，我要让这个城市承认我。从明天起，大家可以笑我拜金，可以说我物质，但是我要演一个我自己想演的自己。你明白吗？嘿，殊途同归嘛，我懂的。
你说这张丽啊，都这么多年了，她就不老哎，基本上没怎么变。你看人家这皮肤啊，多好啊！记得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啊，你没见她怎么好看过，对不对？没操心的事儿，有什么机会老啊？是啊，人家什么家世，市长女儿啊，人家这也嫁得好呀。你看人家这老公，要长相有长相，要气质啊有气质，人比人啊真是不能比。回去啊就想把我家那位啊打包塞床底下，免得看了气的。那你今天可要多喝点儿，你先要把自己给喝美了哦。回去看你的老公啊，才能顺眼呐，对吧？那你得把它干了。哎，大家一起来，一起来吧，一起来啊！来，张丽。张丽啊，今儿咱们老同学出来聚会，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还把老公带出来当保镖。对。其实咱们也不是不想把自己的家属带出来，对，只不过都结了婚了，都已经成了啤酒肚配水桶腰了。瞧你们俩还是郎才女貌。对。你不是故意气我们吧？不让他来，非得跟着来。对不起啊，今天你们老同学聚会，肯定得喝点酒嘛。我是来给他当司机的，我今天就是一代驾。哎呀，这也太体贴了。哎，你这现在在哪儿高就啊？我就是江州大学的一个小老师。马上就要调到咱们江州精通厂了，负责改制。哟，那蛮好。那您这可是身居要职，肩负重任啊！这一杯我得敬您。好，知道了。那你别在意，我以茶代酒。以后还要您多多关照啊。我就说嘛。不是一个大人物，也配不上我们堂堂的市长千金呀！大家说对不对？来，喝酒喝酒！来！那个精通改制的事儿。没有事先告诉我，啊，不合适吧？哦，爸说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，让你先有个心理准备。昨天晚上应该跟你说的，忘了。这精通改制一直是王桂林负责的，我这么半路插进去，不明不白的，算怎么回事啊？爸既然这么决定了，一定有他的考虑。可你们也应该考虑，我和老王是这么多年的朋友。爸既然这么说了，你就这么做。我知道在你心里，这个机会也是求之不得的。一个小民企能降得住你？别开玩笑了。你要做的就是感谢我爸，其他的问题自己处理吧。送我去江州酒店做个 SPA。好吧。对了，上海的 SC 公司你知道吧？知道。抽空跟他们见个面。为什么？爸让你做的事儿，你觉得有必要问为什么吗？找我啊？丑话说前头，如果精通改制的事儿让你给办砸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于志德后半辈子
就赔给我了。哎呀，那恐怕得先问问你弟妹同意不同意啊？陆先生，东西我们搬到物业了。请吧。陆先生，您这个季度的水电费还没有向我们缴清。那个，等我2天，我不是还有押金在你们那儿吗？跑不掉的。好的。要不我先介绍一下啊，我是做 IT 的。哦，我们公司就是做软件的，我们的工作有共通性。哎，现在市面上啊，你就随手这么抄一抄，10个8个都是做软件的，做 IT 的。哎，你说做这个盗版软件的，他都好意思说自己是做 IT 的。哎，啊。我做 IT 是不坐班的，你要让我去朝9晚5的上班啊，那就把我逼死了。那你平常总得见朋友什么的吧？什么朋友？哎，我自己这样活得很好啊，我不会为了我几个朋友，我就改变我的这个作息时间的。乔小姐，你不要看我这样，可能你觉得我有一些邋遢，对吧？但我人是好人啊。现在光天化日下穿的道貌岸然的，你说有几个好人？我跟我以前那些朋友啊，现在我根本就聊不下去了。见了面就说钱，见了面就说钱，你说俗不可耐。个个搞得跟精英一样，单位里还发了一些什么超市卡、加油卡，就觉得组织给他们关怀了。我不需要这些，我有自由。他们这些人哦，就放弃了理想，放弃追求，放弃了精神生活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就为了1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哦。所以呀，啊，他们都结婚了吧？差不多了。你还在相亲不是吗？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喂，哎，程总。哦，好的，我马上回公司。不好意思，我老板找我有急事儿，我得回趟公司。你慢慢坐啊。没事。啊，单我来买。没有了自由，没有了精神追求，就剩下买单的钱了。你慢慢坐，我先走了啊。信封里是我给大家的遣散费，还有我替大家写的一封推荐信，希望能够在你们找新工作的时候帮上一点忙。市场不好，我没有能保住这个公司，保住各位的饭碗，是我没用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也许以后大家再聚在一块儿，行了，就这样吧，散会。老板，这是档案柜的钥匙和门禁的钥匙。回去路上小心，注意安全。老板，明天见。老板，我不是有意的。没事儿，回去吧。那老板再见。再见。
啊？怎么了？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就你一个人？陈英坚也就几个月前嘛。听说陆总自己的公司成立了，我就一直想要来祝贺。不过，你看，我带着花篮来了。可是，好像晚了一步哦，陆总。放假了啊。长长一段时光，看云悠悠荡荡，梦渐渐的遗忘，落在某个地方。我学会了忧伤，也丢失了翅膀。你给我了希望，我只能够埋藏。我想象幸福的模样，却感不到生活的方向。我想象未来多漂亮，请你原谅，我选择了流浪。在你身旁。